瞧一瞧，看一看来，洛克希德 F-35最新最强 DLC 拓展包来了，配备多种无人机，有专门负责干掉对面防空的，有专门负责吸引火力，还是负责火力覆盖的。洛克希德甚至还配备了一架保姆级无人机空中母舰，让你在未来战场上毫无后顾之忧，尽情碾压对手。这两天，洛克希德为了 F-35大促销，专门公开了一张最新宣传海报。海报中 ，F-35飞在一架飞翼无人机前面，旁边有一架微型尾翼的中程僚机，采用主翼后掠的射击口，中央机身顶部还有一个进气口。飞行在最前方的，则是从 F-35上发射的类似导弹的无人机，带有弹出式主翼与微型尾翼。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这次的 DLC 拓展包，洛克希德还贴心地附带使用视频，详细讲解这里面无人机与战斗机各自的任务。火力军从宣传视频与图片来看，这次 F-35作战体系的升级至少配备了4种高中低端无人机，有采用微型尾翼与下单翼的通用多任务载具蜂群无人机，体积小，数量多，价格还便宜。F-35就可以轻松外挂空射， C-130J 也能携带不少，一次出动几十架，保准能让敌人闻风丧胆。另外还有采用微型尾翼与上单翼，并且机背有明显隆起的无人机。火力军估摸着这是专门用来执行通信中继与目标处理任务的无人机，还有采用微型尾翼与背负式进气道，主要执行动能打击任务的无人机。最后就是美国最新力作，采用飞翼布局的下一代无人机 MQN。当然，这只是 DLC 拓展包的开始。火力军估计，洛克希德这次只是先拿出4种无人机展示一下，以后还会配备更多、更加多样化的无人机。下面，火力军就拆开这个 DLC 拓展包，详细解读一次洛克希德这次宣传的 F-35分布式编队。画面左边有大群无人机在前面飞行，2架 F-35与1架 C-130J 跟在后面。忘记说了，作为分布式编队的一部分，在敌方海岸附近还有1架美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而敌方则是显示了几个防空导弹阵地。另外还有2架 F-35在左方飞行，前面的僚机似乎正在引导这2架 F-35， 僚机还分别被标记成 Deco 与 EW， 一个负责当诱饵，僚机前方就是被标记成 SAM 的地对空导弹基地，标记为 EW 的无人机正在发送信号干扰防空基地的雷达。而画面中上部分则是2架正在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的 MQN 飞翼无人机，同时还向第3组 F-35发送信息，后者负责指挥控制这些无人机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整个编队任务分明，指挥的、干扰的、侦测的应有尽有。4种不同的无人机平台，从低端可消耗性的通用多任务载具蜂群无人机，到可吸引火力的中程僚机，再到高端的飞翼无人机。这种组合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任务中与下一代空中优势相辅相成。中程僚机这个项目是美国与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的新型无人机研究项目。新型无人机研究计划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还可以与有人战机飞行员进行配合，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中程僚机上搭载了电子战系统与各类传感器，能够执行情报、监视、侦察、作战及护航等多重任务。另外，中程僚机还会与有人战机配合作战，为有人战机提供战术预警、火力以及信息支援。只是呢，现在的无人机还不够聪明，对于战场环境的感知能力与环境态势的分析能力依旧不足，所以目前来说还不能取代人的思维与判断。所以在复杂作战环境下，无人机无法满足无人作战的高层次自主与智能性的要求。目前美军想到的办法就是有人与无人协同作战的方式，更有利于执行战略纵深等攻击任务。在中程僚机战术骗扰作战样式下，中程僚机是长机左膀右臂，与长机密切协同，共同完成任务。同时，在危险的作战环境下，中程僚机是冲锋在前的，扮演突防的角色，定位跟踪目标，从而有效保证有人战机的安全，避免遭受对手的致命打击。这里面探测僚机负责侦测敌方目标，射手僚机负责向敌方发动攻击。
中程僚机还可以在敌方发动攻击后，可以吸引敌方导弹，充当挡弹盾牌角色。可以说，中程僚机就是有人战机最靠谱的贴身保镖。这个想法也正好契合美军一直在宣传的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机，美军称其为家族系统，可以协同击败高级别对手。目前已经开始使用缩写词 MUMT 来指有人无人编队，只是目前美军好像开始否定这类有人无人系统作战体系，当然也不一定算是否定。在火力军看来，美军更想往这里面添加东西，让这个作战体系更加全面。而这次洛克希德发布的宣传视频就可以很好地表明这种意思。按照洛克希德的构想，无人机想要搭配先进有人战机，就需要在速度与隐身方面与之匹配，再补充一些成本较低甚至一次性的无人机平台，才是未来对抗大国防御体系的最有效组合。而且无人机也是需要自由的，采用分布式编队，无人机才能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因为它们是独立飞行，而不是完全依靠有人战机或者地面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机才能更加有效地配合有人战机执行任务。所以这次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提出了分布式编队的未来作战体系，并且臭鼬工厂的有人无人团队经过研究后还发现，如果编队中的无人机无法与有人战机特别匹配的话，尤其是在速度与隐身性等方面，这种战术体系甚至会起到反作用。你想想，一个作战编队中的有人战机正隐身着呢，编队中的无人机不小心暴露信号，这岂不是给了对方机会？又或者编队中无人机速度过快过慢，这些都会影响整个作战编队的能力。甚至臭鼬工厂还想过要不要把卫星加入这个编队，例如低轨遥感卫星为美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或 B-21轰炸机提供支持。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也会让这个作战编队更加致命。目前美国空军与海军交叉执行的下一代战机项目，都是为了开发获取一系列先进空战技术，而这里面无人机技术绝对是最关键的部分。现在各国开发一款新战机，已经不单单是考虑这架战机的性能，更是倾向于一个系统体系的研发，包括新型有人战机、无人机以及对于配备的新武器、传感器和作战管理能力。这次洛克希德公布的视频里面描述了4种无人机的设计，最底层的就是空中发射的类似导弹设计的无人机，具有张开的微型尾翼与弹出式后掠主翼，被称为通用多任务卡车。就如同图片里面的设计，这些无人机在机身中心右侧有一个偏置进气口，在视频里面显示的是在大致相同的位置有2个对称进气口。按照洛克希德的构思，这些无人机会从 F-35 上进行发射。通用多任务卡车采用了一种模块化与可扩展性的设计，可以执行多重任务。不难想象，这些无人机就是整个作战体系的网状传感网络，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携带小型弹药进行自杀式攻击。火力军也能猜测到，美军正在实验具有高度自主性的联网弹药的想法，并且近年来还通过多项任务以及其他相关举措，探索了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想法。另外，宣传视频里面还展示了比通用多任务卡车 CMMT 大一些的无人机，主要特征就是主翼后掠、张开的微型尾翼以及机身顶部的单个进气口。这种是被称作战术消耗型战斗飞行器的无人机，具备低可观测性。在视频里面，这种无人机被标记为运动，与 F-35 一同进行飞行，并向敌方空中威胁发射弹药。按照火力军的理解，这几架无人机承担的任务应该是诱饵、保镖，专门用来保证后方 F-35 的安全。除了这款无人机以外，还有一款同样采用后掠主翼、微型尾翼和机顶部单个进气口的无人机，但与战术消耗型战斗飞行器相比，这架战斗机的外形完全不同。这架战斗机的侧重点则是效率与持久性，它的机头部分可能包含一个雷达，此外进气口包含在一个类似驼峰的结构中，这通常与卫星通信系统相关联，这可能会充当渗透性较低的传感器和网络节点。
为其余的载人和无人系统提供超视距连接。当然，这只是基于所见图像的推测。考虑到臭鼬工厂在整个计划中采用的高度模块化的方法，它可能会根据任务发挥各种作用。最后，在敌方防空战地的飞翼无人机，则是美军的下一代无人机系统，被称为 MQN， 是为了取代 MQ9 死神无人机，同时还会发展出海军舰载版本。MQN 集成了 F-35C、RQ-170 和其他系统的技术，拥有比 MQ9 更强的生存能力和多任务用途。除 MQ9 所具备的情报、侦察、监视能力， MQN 还可执行空对空作战、护航和掩护任务。另外，美军也表示，家族簇和可牺牲式无人机概念也可能会被纳入 MQN， 既可独立执行任务，也可以通过飞机与地面战进行控制。作为 F-35 的忠实飞翼， MQN 将会与 F-35 进行配合，承担监视和侦察任务以及目标探测任务。主要有效载荷舱结合了类似于 F-35 的低剖面安装，采用 EOIR 和红外线搜索和跟踪传感器，位于经过特殊涂层的孔径后面，可以掩盖有效载荷，以消除雷达反射。更多有效载荷和武器的额外空间可能位于机翼根部，雷达和电子传感器可能位于前缘，类似于 F-22、F-35 或 B-2。进气口上方的凸起似乎是覆盖卫星通信终端的天线罩，提供低概率拦截连接。从视频里我们也能看出，两架 MQN 飞翼无人机在敌人防空边缘飞行，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并将这些信息实时传输给 F-35。另外，这次展示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存在，那就是无人机中航母，是美国在 C-130J 的基础上升级而来的。前面火力军也讲过747空天母舰，到了最后却是失败了。而现在要讲的 C-130J 无人机空中母舰同样是命运多舛，经历了连续9次失败。在2019年的11月份，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就已经成功在 C-130J 母机上进行了 X-6EA 小精灵无人机的放飞实验。按照美国的设想，无人机母舰项目主要是为了让美军在战时状态能够在对方海岸线附近短时间内构建出一片广阔廉价的情报侦察网络，以此获得侦察卫星和战术侦察飞机所无法获取的情报资源。因为整个侦察系统主要使用的是廉价无人机，而不是此价格昂贵的大型无人机。即使对方拥有较为完善的防空网络，美军这边也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战损。C-130J 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从 C-130J 运输机凭它发射具备快速组网与协同能力的无人机蜂群，执行对敌侦察、监视、压制和打击等任务。任务结束后， C-130J 还能挨个进行回收并返回基地，24小时内还可以再次投入使用，能侦察、打击、诱饵，还能实现人员零伤亡。未来以无人机为主力的空中母舰正式列装以后，凭借着其较长的制空时间与航程，无人机的作战距离也将大大延长，不仅能够攻击远离基地的目标，还可以借助空中母舰靠前部署，无人机的作战反应时间也将大大降低。美军也可以借此积累经验，有朝一日可以让美军有人驾驶的轰炸机、运输机或战斗机成为无人机搭载平台。在未来作战中，有人载机就可以停留在远离敌人的防御范围，然后派出无人机进入危险地带执行任务。大型有人机与小型无人机的结合，将使无人机的能力大幅提升。在热点地区上空，既可以通过不断派出无人机对敌方保持压力，也可以用机海战术掩护 F-22、F-35 和 B-2 等先进战机作战。看完洛克希德的视频，火力军唯一的想法就是未来战场可能已经到来了，至少在未来无人与有人之间的协同作战，美国走在了世界前列。而美国能够实现分布式编队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 F-35 所带在的数据链。隐身性能不如 F-22， 机动性也不如 F-22， 那 F-35 凭什么能拥有比 F-22 更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得益于航电系统。F-35 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第4代先进综合航电系统，集成了多功能综合射频系统与高度综合的传感器系统，再加上功能强大的综合处理器以及高效电子系统， F-35 探测能力和飞行性能可是有了不小的提升。
得益于 F-35先进的航电探测能力，在实际作战中 ，F-35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获取空情信息，再利用数据链将感知的空情信息传递给各个作战单位，引导不同单位对目标实施攻击。这就使得当时的 F-35充当起了一架小型战役战术预警机的角色，也是未来隐身战机作战模式新的发展方向。在美军的设想中， F-35未来将是战场上关键的信息传输节点，因为它拥有强大的信息搜集能力，装备有源相空阵雷达系统、光电分布孔径系统、综合电子战系统以及光电瞄准系统，这些都拥有非常强大的战场信息探测力，再加上装备的综合处理器和关键数据融合功能，使得 F-35本身就拥有着非常强的战场姿态和感知力，可以非常迅速准确地分析战场形势，为飞行员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和下一步行动决策提供可靠的参考信息。同时 F-35机队之间还可以使用多功能高级数据链，将各自获得的信息相互分享并综合分析，达到进一步获得战场最准确信息的能力。美国还希望 F-35可以利用其综合电子战系统以及通信系统，接收其他战场作战单元获得的战术信息，利用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先进的通信技术，与其他作战单位共享战场信息。在美军的计划中， F-35不但是一款具备很强作战能力的隐身战机，与 F-22形成高低搭配，具备极佳消费比的多功能联合战机，同时也可以成为未来战争中信息化作战的关键节点。美军分布式作战的理论已经将之前预警机、电子战机等这些大型辅助战机的作战任务拆分到了各个战斗机与无人机身上，这些都将进一步提高其作战信息化能力。像 F-35那样集隐身、机动、信息化于一身的新一代战机，能给战争模式带来什么改变呢？之前美国公布的 F-35的 Block 4.1 升级计划，一个名为基于软件实现的多点组网雷达，颇为引人注目，将几架不同方位 F-35的传感器作为一个虚拟雷达的节点，通过数据链将雷达的后端数据进行一体化处理，这与传统的数据链交流完全不同。一个组网里所有的 F-35的收发单元都必须通过软件控制，将其工作时间严格预定在同一工作时间，达到分布式雷达的效果。从美国的内部先行测试看，4架 F-35组成的分布式预警网的预警范围可以达到一架 120D 的范围。无人机编队保证 F-35的安全，而 F-35强大的信息能力又为无人机编队提供强大的主力，而智能无人机群作战样式将改变美军传统的空中作战组织方式，作战组织将更加灵活。在智能无人机群发展的情况下，美军可能改变目前固有的作战编队模式，转而采用更加灵活多变、按需整合、面向战场自适应的作战模式。美军不可能再限于2机、3机的单一功能协同编队，而是以满足任务需求为元素，动态定制适合其任务需求的可变规模，异形异构同攻击体系。不得不说，这次洛克希德公司又为全世界确定了前进的方向。美国怎么能这么强呢？你们觉得洛克希德这次公布的分布式编队作战体系怎么样？未来战场发展方向会是如何？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